楚风不知自己身影已被那白发黑甲男发现，反而较有兴致的看着那神之时代入口处成的巨大的镜面体。原来我们刚刚的一切，外面都是能够看到的。楚风不由笑了笑，心想这神之时代玩得挺花。尽管这镜面只映射出画面，听不到声音，可是大家这个境界都是能够读懂唇语的，所以那里面的人说了什么，外面的人想必也都能猜到。还好先前里面的人没做太出格的事，不然不就是原形毕露了。谢天染这老登，感叹归感叹，楚风的目光也是很快落在了谢天染的身上。没办法，此时那镜面之内虽然映射出的是一大片浩瀚星空，可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引发异象且跟随天梯升入高空的谢天染。他的道路与我不同，不知他会不会有所收获。楚风有些担心，谢天染的实力至今未定，但楚风能够确定他必然不是一品天龙那么简单。从他先前面对红魂宗宗主等人那淡定的神情就可以判断出，谢天染的实力在他们之上的，甚至就连苍穹仙宗宗主以及神体天府府主的修为能够突破到天神境，也多半与他有关。他应该有着很多底牌。如今神之时代开启，他也不再隐藏，渐渐展露。若是神之时代他还能得到收获，那于楚风而言可不是一件好事。谢天染顺利进入了结界门之内，其他人纷纷开始登台。说来也巧，这第二个登台的分别是神体天府府主以及宇文炎日这对爷孙俩。神体天府府主开启的天梯也是引发异象，虽说异象与谢天染无法相比，但却也是颇为壮观。这让里面的人越发觉得，是否出现异象是与修为有关，与天赋无关。但当宇文炎日登台后，人们却发现他们错了。宇文炎日不仅引发异象，其异象更是惊为天人，滚滚烈焰吞没星空，仿佛形成了一个太阳，将那片星空都点燃。火焰覆盖面积比先前谢天染的异象更为广阔，尤其是神之时代外众人通过镜面看得更加清楚，那火焰竟将镜面所见范围全部吞噬，比谢天染强的不止一点半点。这一幕引得世人惊叹万分。很显然，宇文炎日的天赋也是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地步，但相比于神之时代外，神之时代内的众人受到的刺激更大，他们能够从那火焰中感受到毁灭性的力量，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，无论是何境界的强者，此刻竟都觉得那火焰极其炙热，自己有些难以承受。宇文兄，你竟强大至此！秦玄看着升入高空的宇文炎日，神色凝重，内心更是备受打击。尽管早就知道宇文炎日天赋在他之上，可当这样的异象这样直观的表现而出，他还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同为天才，若是等一下他未能引起异象，岂不是高下立判？说不在意那是假的。莫说当代修武者，就连赵老八和赵竹英这对父女也是将不由得看向宇文炎日。赵竹英早就知道宇文炎日不简单，相对来说他还算有些心理准备。赵老八则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看来当代小辈不止楚风一人。宇文炎日与其爷爷升入结界门后，便轮到了赵竹英和苍穹仙宗宗主。苍穹仙宗宗主开启天梯，也引发了异象。那场面与神体天府府主相差不多，可是赵竹英所引起的异象则是与谢天染相近，虽然弱于谢天染一些，可同样惊为天人。只可惜他身穿长袍，头戴兜帽，人们看不清他的容貌，一时之间议论纷纷，不知他是何方神圣。尤其是外面的人，他们还都以为赵竹英是当代小辈，一时间纷纷感叹当代小辈也有深藏不露之辈。可是对于这个异象，赵竹英却并不满意，眉头紧皱，面露不悦。区区异象代表不了什么，楚风小友不是连异象都未能触发，但能说他弱于那宇文炎日吗？一道暗中传音映入赵竹英耳帘，乃是他的父亲赵老八。听到父亲的安慰，赵竹英的脸上便露出笑容。他其实就是害怕让他父亲失望，若是他父亲都不在意，他又何必在意？可很快，众人目露诧异，再度议论起来。原来是苍穹仙宗宗主那边发生了变化，他的天梯如楚风之前一般瓦解，被吸入了结界门之内。苍穹仙宗宗主也失败了，众人感到意外，他也不想进入神之时代。楚风若有所思，他看出苍穹仙宗宗主是有意放弃，而楚风放弃进入神之时代，是他知道自己那条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可他并不觉得苍穹仙宗宗主能够看清这么多。那么苍穹仙宗宗主为何放弃？便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打算真正的进入神之时代。这老东西一脸阴险相，不知肚子里藏着什么坏水。楚风心中感叹。接下来其他人陆续登场，但有一个人的表现再度令人意外，那便是赵老八。他不仅引起了异象，他所引起的异象甚至仅次于谢天染和赵竹英，远在神体天府府主以及苍穹仙宗宗主之上。人们没有想到，这个真神初期的存在竟能引起如此惊为天人的变化。紧接着秦玄也是引起了异象，他的异象与赵老八相差不多，倒也不弱，只是相比于宇文炎日，那惊为天人的异象确实暗淡许多，宛如渺小星辰与日月争辉，不可相提并论。而就在此时，神之时代外位于星空各处的人们纷纷将目光从镜面移开，投向星空的一处，在那里出现了一面散9色发光芒的旗帜。旗帜本就极大，再加上那绚丽的光芒，于星空之中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赵红是谁？这人有毛病吧？跑这里来求爱，脑子
可是看到旗帜上的字后，人们却是鄙夷的咒骂一声后，便纷纷不再理会，全当是出现了一个疯子。因为那旗帜上面写着一行字：赵红，我爱你。可相比于其他人，楚风却面露喜色，他知道那是何人所为，于是赶忙向那旗帜的方向飞掠而过去。星空虽大，但好在那旗帜距离楚风的位置不是太远，靠近之后，楚风也是能够看清那立于星空、高举巨大旗帜之人是谁。那是一个穿着花裤衩的男子，脸上还戴着面具。怎么，你也会害羞啊？楚风暗中传音。我擦！听闻此话，那位赶忙收起旗帜，向楚风的方向看了过来。随我来。楚风说话间便御空而起，先离开这片区域。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现身，但却暗中给予了那位指引，所以那位能够一直跟随楚风，直到来到一片楚风认为安全的星域后，楚风这才停了下来，并且也露出真身。而那位靠近之后，也是干脆摘下面具，露出了那张楚风无比熟悉的脸。此人正是王强。我说你怎么放弃了？王强问。他也看出楚风是主动放弃，既被淘汰，应该就会回到这片星空。只是星空太大，楚风身怀至宝，仇家又多，不方便直接露面，他便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来找楚风。这里说话不方便。楚风说话间，拿出传送令牌，竟在原地开启了一道传送隧道，与王强一同踏入其中。我刚刚开启的那条路很危险，并且没好处，进去受苦没好处，当然只能放弃了。你呢？你为何放弃？传送隧道内，楚风问。他知道王强也一定是自己放弃的，不然以王强的才能，不可能会失败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神之时代内没啥好东西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早点解脱。王强呲着大牙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王强说话间，将一个乾坤袋丢向了楚风。乾坤袋虽不大，但内部空间很大，堪比一方空间世界。而在这其中堆满了金色的晶石、修炼资源极其庞大的修炼资源，神体天赋给你的资源。楚风问。你别管哪来的，反正是我给你的，你就放心拿去用。王强笑道。难怪你未能突破到天神境，搞了神体天赋给你的修炼资源，你并未用尽。楚风大袖一挥，将修炼资源丢给了王强。咋的？看不起哥们的礼物？王强问。这修炼资源专门为天赐神体准备的，给我用不是浪费吗？我现在虽是半神，但我有手段能将修为暂时提升到天神境，你有吗？楚风问。我是没有这种手段，但我也没你那么多仇人。你自己说，咱们两个谁更应该快点提升修为？王强道。别废话，赶快炼化，我自己有突破的方法。楚风说话间，将乾坤袋抓起。因为王强没穿衣服，所以楚风直接塞他裤子里了。别乱摸，小心吓到你。王强道。放心，吓不到我，最多砸到我。楚风道。靠！王强咒骂一声，旋即问道。真不要，那些修炼资源分明就是专门为你打造的，你自己抓紧提升修为吧，不然小心被我甩在身后，再也追不上来。楚风笑道。降，种拿你没办法，无可奈何。王强也只能将这修炼资源收起来。对了，那姑娘是谁啊？王强问。哪个姑娘？楚风问。就那个挡得严严实那个。王强问。楚风知道王强问的是赵竹英，于是道。远古的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王强笑嘻嘻地问。还不错。怎么了？你都有赵红了，还惦记别的姑娘？楚风笑着问。你说这话就不够意思了，你自己都几个了？王强撇了撇嘴。那回头给你介绍介绍。楚风问。算了，肯定很丑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好心。王强目露怀疑。不丑，好看得很。楚风道。信你个鬼！王强越发不信。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王强问。听说什么？你倒是说什么事啊？楚风问。丹道仙宗。王强道。丹道仙宗怎么了？楚风问。被灭门了。王强道。灭门了。楚风目光变化，毕竟丹道仙宗并非寻常势力，那与自己可是有着血海深仇的。楚风一直想亲手灭了丹道仙宗的，只是修为尚浅，所以迟迟没有前去。怎么突然就被灭门了？要知道丹道仙宗跟着龙鳞叛变，有龙鳞撑腰，如今应该没多少人敢动他们才是。是图腾龙族族长他们做的吗？但很快楚风想到了一个可能，丹道仙宗确实跟着麒麟混，可却也背叛了图腾龙族族长。图腾龙族族长他们的伤势应该也恢复了，以他们的能力，想找龙鳞报仇都是可以的。对付区丹道仙宗自然更是简单。不像是图腾龙族的人做的。王强道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楚风问。我也是刚听说，应该是刚发生没多久，此事还未彻底传开。旋即王强讲述起了事情经过。王强从神之时代出来后，闲来无事便于星空之中到处闲逛，刚好遇到了一个刚刚来到这片星空看热闹的老头。那老头所在的世界便是丹道仙宗的世界。那老头说，早在多日之前，丹道仙宗便开启了守护大阵，整个丹道仙宗都被覆盖。那守护大阵的威力极强，竟然达到了接近真神巅峰的水平。而王强对照时间便发现，那守护大阵开启的时间倒是与楚风他们遇到贾令仪的时间相差不久。贾令仪被楚风折磨后，以燃烧生命为代价逃掉了。
必然就逃回到了丹道仙宗，而丹道仙宗的守护大阵开启，差不多也是贾令仪逃回去的时间开启的。总之，自守护大阵开启后，外面的人进不去，里面的人也不见出来，直到前些时日，那守护大阵力量耗尽，终于消散。可消散后的一幕，却是引得世人惊恐万分。整个浩瀚的丹道仙宗，竟已化作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。莫说人了，就连传承数年、加持强大结界的建筑，都尽数被烧毁。丹道仙宗之内，便有一个活口，那便是贾令仪。但据说贾令仪神志不清，已经疯癫。火焰听闻此话，楚风目光变化。你之前与我说过，你的奶奶还在世。我听闻你奶奶的宗门擅长用火，所以我猜测会不会是你奶奶所为？王强问。有这个可能。楚风向来平静的脸庞，此时也不再平静。他早就确定自己的奶奶还活着，并且当初在轮回上界的象山谷还遇到过，只是那个时候楚风不知道那位是自己的奶奶，便就此错过。后面楚风手持画像，在雨薇大人那里确认了，那位神秘婆婆就是自己的奶奶。只不过楚风的奶奶意识出现问题，且修为也是不弱，他便一直找不到奶奶的踪迹。但目前来看，最有可能与丹道仙宗灭门有关的，还真就是他的奶奶。反正我接下来也没事，咱们去一趟。王强知道楚风很关心自己的奶奶，哪怕现在只是猜测，并没有准确消息，但也应该去试一试。楚风应下，他也正有此意。不过楚风并未直接前往丹道仙宗所在之地，因为他们眼下所在的传送隧道是链接于立于星空的一座房屋内的。这个房屋乃是之前龙一龙二道长留下的，他们之前便与楚风于此观察神之时代。楚风刚刚在那神之时代内，并未发现龙一龙二两位道长的踪迹，便觉得他们可能未能继续深入神之时代，搞不好也放弃了。倘若没出意外，那么他们应该会在这里等着楚风。而刚从结界门内走出，楚风顿时面色大变，